18箱手雷，19箱炸彈，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Y把2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个。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一个土匪窝竟有27箱手雷手榴弹、2挺歪把子机枪以及上百杆步枪。要知道这些都够装备400-500人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些清风寨多年攒下來的保命家底，卻因為周衛國的一句話，竟全數砸入一場生死難料的硬仗。而事情的起因，則源於虎頭山八路軍準備拔掉日軍的奇峰口據點。現在鬼子在這裡給我們插了一個釘子，躲我們是躲不過去的。團長，打吧！奇峰口這個據點不僅限制了八路軍的活動空間，更威脅了根據地安全，所以獨立團團長邱明堅決要將其拔掉。可當這個消息傳到清風寨時，幾個當家的反應卻各不相同。就八路那點家伙事兒，打奇峰口，打得贏嗎？管他打贏打不贏。所謂槍炮一響，黃金萬兩，只要是一開戰，咱們就可以渾水摸魚，打撈這一把。對於清風寨來說，他們考慮的並不是如何改變戰局，而是這場戰鬥值不值得自己參與。咱們在後頭瞅着，八路要是行，咱們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們開溜，是不是？放屁！都像你這個熊樣，那還怎麼打鬼子？你才放屁呢！咱們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嗎？這些爭論其實反映的是清風寨內部一直存在的分歧。有人看到的是機會，覺得只要參與行動，就能從戰場上獲得更多裝備和資源；有人看到的是風險，認為面對100多名鬼子的據點，清風寨沒有必要輕易壓上全部力量。但在我看來，清風寨內心真正的掙扎，並不是有沒有抗日的勇氣，他們憑借多年積累下來的謹慎和生存經驗，在亂世中站穩了腳跟。只是這種求生方式，也讓他們更習慣先考慮如何守住自己，而不是主動去改變局面。吵什麼吵？別吵了。其實從朱子明的細節反應就能看出來，他和其他幾個當家的想法並不完全一樣。當有人支持參與奇峰口行動時，朱子明臉上露出了笑意，因為他的內心其實也希望清風寨能夠真正參與抗日。但當其他人提出風險太大，甚至想着打不過就撤時，朱子明又逐漸沉默了下來。只因作為清風寨的大當家，他考慮的不只是自己想不想打，而是整個清風寨能否承受失敗的代價。而看到這兒，可能很多人覺得朱子明猶豫是因為他不夠堅定，但其實恰恰相反，一個普通人可以憑熱血做決定，可一個首領必須考慮自己的選擇會不會讓身邊的人付出代價。所以朱子明想打這一仗，但他需要的不是一些只會衝鋒的人，而是一個能把想法變成計劃的人。而當眾人爭論不休的時候，朱子明卻把目光看向了周衛國，因為他知道周衛國和他們最大的不同不是敢不敢打，而是知道怎麼打。大哥，我覺得咱們這次不能跑，但是我的意思，咱們這次幫着他們打。周衛國的決定讓所有人意外，因為按照清風寨過去的打法，他們更習慣於先觀察戰局，再決定是否出手。但周衛國清楚，這一次不能再用過去的方式，因為奇峰口距離萊陽縣城太近，如果只是正面強攻，最大的危險並不是拿不下據點，而是一旦戰鬥陷入僵持，就會給日軍援軍趕來的機會。因此，周衛國真正厲害的地方是他不會只盯着眼前的目標，而是會提前考慮這場行動可能出現的變化。他思考的從來不是簡單拿下奇峰口，而是如何讓整場行動始終掌握主動。而接下來在清點清風寨武器裝備時，他做出的決定更是讓所有人震驚。兄弟，你說咱帶多少？全帶。什麼？這可是咱們清風寨全部的家底啊！咱們這些家伙事兒足夠裝備400-500人了，咱們才多少人？才100多號人，帶這麼多東西幹嘛去啊？幾個當家的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反應，只因這些裝備是清風寨多年積累下來的寶藏。但很多時候，一個人的能力並不體現在他擁有多少東西，而是在有限條件下能不能做出正確判斷。周衛國看到的不只是清風寨手裡的武器，而是這些東西放在什麼位置才能真正影響戰鬥結果。這也是他和清風寨固有思維最大的區別。兄弟，你說怎麼着？大哥，捨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應該懂的。好。可能很多人以為朱子明答應周衛國只是因為相信他的能力，但真正讓他下定決心的其實是周衛國讓他看到這並不是一次盲目的冒險。周衛國不是讓清風寨去賭，而是在用更完整的計劃提高成功的可能。咱們山上有幹過泥瓦匠的兄弟，他幹過。二當家有什麼吩咐？你再找幾個跟你一樣幹過泥瓦匠的兄弟，拉上2車洋灰，跟着隊伍一起走。雖然周衛國的安排讓眾人一時費解，但其實他的準備已經開始影響接下來的整個行動了。找4個槍法好的兄弟，專打鬼子的輕重機槍。兄弟，那你得跟咱說明白，為什麼選擇我這？其實周衛國真正設計的並不是一場圍繞奇峰口據點展開的硬拼，而是一場圍點打援的伏擊戰。而打援的關鍵就是選擇一個能夠限制敵人優勢的位置，所以他把伏擊地點選在了一線天，因為這裡不僅位於日軍從萊陽縣城增援奇峰口的最佳路線上，更重要的是狹窄的地形限制了日軍隊形展開，也讓他們依賴的機械化及火力優勢難以完全發揮。而長期生活在山地的清風寨對這樣的環境明顯更加熟悉，己方的優勢也能被放大。奇峰口一旦有什麼失誤，鬼子一定會派兵增援，我們就躲在這兒。
打他们一個措手不及。聽你這麼一說啊，還真有點道理。行，兄弟，這些弟兄們打鬼子都不如你厲害，聽你的。這一句話不只是朱子明對周衛國的信任，更是他第一次跳出了大當家的局限。從前他守着清風寨，也打過鬼子，可滿腦子想的還是怎麼保住家底，護住弟兄，求的是一個穩字。可周衛國讓他明白，手裡的槍和彈藥不該只是用來守山寨的保命符，也可以拉出去主動打一場硬仗。而放到現實裡，其實很多人亦是這般，一路積攢下的本事、資源與人脈，本是前行的依仗，最後卻常常圈住自己，困在熟悉的方寸之間。手中握着自保的籌碼，能否鼓起勇氣，把它變成向外開拓的力量，這才是最難跨過的一關。那麼接下來周衛國將如何帶領清風寨的兄弟展開具體的行動呢？我們下期接着解讀。